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继续和胖妮过情关，剧中的苏菲到底有多狠？如果你只看到她在倚梅园寻人事件中做的滴水不漏，在日常服侍皇帝的时候能够揣测圣意，甚至宫中得罪他的妃嫔都不得善终，那还是太低估了苏培盛的格局与能量。苏培盛真正的狠体现在对胖菊继承者的精准预估上，这一点苏培盛做得相当隐蔽，以至于到了胖菊葬礼上，甄嬛说先帝圣明，虽喜爱六皇子，却也知主少国疑，一切以国事为重。苏培盛立即接话，熹贵妃所言甚是，大家才感觉到苏培盛和四皇子的关系似乎不简单。那么苏培盛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站队四皇子呢？这还要从甄嬛、眉庄等人第一次进圆明园说起。当时四皇子小小的一个孩子就已经展现出非常强的求生欲，被放养在圆明园的他抓住皇上带着宠妃来度假的机会，想要完成两件事。第一件，见爹。四皇子聪颖、勤奋，书背的也好，但是他的优秀需要被皇上看到，能见到皇上是得到重视和崛起的第一步。为了办成这件事，四皇子到处打听皇上行踪，为达目的拼尽全力。第二件，认妈。皇上不喜欢四皇子的原因是他的生母身份寒微，长相丑陋，而且皇上还因为宠幸了他而受到斥责与嘲笑。此种情况下，四皇子若能重新认一个优秀的妈，就会冲淡皇上对他的厌恶，甚至子凭母贵，得到皇上的喜爱。最初四皇子选中的人是居于后位而没有子嗣的皇后一休，但是皇后拒绝了四皇子的好友请求。四皇子在勤政殿外的仪柜虽然没能让他如愿见到皇上，但他的这份聪慧、坚韧却打动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苏培盛。苏培盛陪在皇上身边几十年，他当然知道三皇子性格过于敦厚，惯于感情用事，缺少帝王所必须的睿智、冷静。他也看得出皇上对于三皇子并不满意。相对来说，四皇子资质更好，有野心，简直就是天生的帝王苗子。他所缺的不过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和一个与其相匹配的强大抚养者。因此当四皇子跪着要求见皇上的时候，苏培盛也急得团团转，想要帮他一把。怎奈皇上固执，闭门不见。这时甄嬛带着安令荣求见，他不但向苏培盛打听了四皇子的身份，还交代等一下烦请公公给他一碗莲子百合解暑。说完这些，甄嬛和安令荣就转身离开了。当二人走到园子里的时候，四皇子就在后面追上了他们。这么短的时间，莲子百合四皇子肯定没吃到，但苏培盛对他的嘱咐引导他却听进去了。凭什么说苏培盛对四皇子有指点呢？其一，四皇子本来是为求见皇上，以一个小孩子的认知来看，求见皇上这件事肯定比找甄嬛聊天重要。四皇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放弃见皇上，转而去追甄嬛，少不了有人的点拨。其二，后宫妃嫔、下人，人人都因皇上的不待见而避着四皇子，人人都害怕华妃。如果不是有苏培盛的直言相告，四皇子怎么会知道甄嬛连华妃娘娘都不怕，是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妃嫔？其三，四皇子大老远追甄嬛，跪地之后只问了一句话：皇阿玛是不是不喜欢我？这句问话太有水平，他既遮掩了四皇子的功利心，又戳中了甄嬛的同情心。而戳中同情心的前提是有同情心。甄嬛对四皇子有同情心这件事，除了被叮嘱送莲子百合的苏培盛之外，还有谁知道呢？这样看来，四皇子口中的可见儿臣与娘娘有缘是假，有人在从中牵线搭桥，布局是真。当然，这件事中甄嬛虽然被苏培盛算计在内，但她也是受益者。在之后的剧情中，熹妃回宫借由的就是四皇子生母的身份，而对于苏培盛来说，暗中扶持四皇子最大的作用在于避险。如果不扶持四皇子，任由三皇子登基，三皇子生母齐妃庸碌，皇后会在后宫独大。如此一来，知道太多的苏培盛以及他的意中人崔槿汐恐怕都会不得善终。反之，四皇子继位，就算皇后不倒台，
甄嬛也有实力与皇后平分秋色。届时，苏培盛和崔槿汐分别作为四皇子登上皇位，甄嬛登上圣母皇太后之位的功臣，求一个告老还乡还是不难的。所以，总有人问苏培盛和崔槿汐的结局是什么？或许这就是答案吧。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